中国驻欧大使说，中国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为何很多人没看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进行了10个多月，这场被称为冲突的战争对全球战略格局造成了严重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不过，各方对中国的得失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这场冲突的受益者，因为美国被迫将军事安全注意力放在了欧洲方向，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战略契机。拜登也认为，俄乌冲突让俄罗斯的发展被迫向东看，成为中国的加油站和加气站。反对者则认为，俄乌冲突极大地恶化了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强化了美国的霸权，激活了北约的地位，损害了中国的乌克兰的经济利益，影响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合作大局。中国同样也是受害者。那么，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听听中国新任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的观点。要注意，新任驻欧盟使团团长表达的一定是中国高层对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判断，也能看清楚中国对这场危机的真实态度。傅聪表示，俄乌冲突让中国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处境，因为北京不想在朋友之间选边站。他说的这个朋友就包括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包括欧盟，因为俄乌冲突让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中俄的关系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说法，让欧洲产生了疑虑。傅聪呼吁欧盟不要过度解读中俄有关声明中的措辞。他强调，中国与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不存在中国与俄罗斯军事结盟的问题。事实也证明，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傅聪说，中国一再表明支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而且已经准备好参与任何和平的努力。中国愿意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呢，中国并未从俄乌冲突中获益，更不希望这场冲突延长。傅聪还强调，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连带受害者，并指责美国在俄乌危机中谋利。他说，一些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一些人不希望看到敌意消退，那是不对的。傅聪身为中国新任驻欧盟使团团长，其主要的使命就是搞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所以他的表态非常有技巧，特别是强调了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以及追求欧洲和平的态度。这与美国利用军事危机收割欧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你认为傅聪的表态仅仅是外交辞令，那么可能又错了。中国政府的真实想法可能自己就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在乌克兰实现和平最符合中国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不是军事安全，而是经济发展和高科技产业之争，与俄乌冲突无关。也就是说，俄乌冲突如何发展，俄罗斯是输是赢，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都不会变，中美竞争不会减少，方式也不会改变，仍然是以芯片产业为代表的激烈竞争。其次，美国军援乌克兰虽然耗费了一定的资源，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美国利用俄乌冲突强化了北约的地位，使西方国家之间更加聚拢在一起。美国还利用中俄的特殊关系离间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这都对中国发展外贸经济以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不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俄乌冲突破坏了全球化的进程，加剧了西方国家自建供应链的努力，这对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美国推动北约要摆脱对中国稀土等资源的依赖，还企图建立芯片联盟以打压中国，这些都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才出现的经济新冷战的危险信号。另外，乌克兰危机还导致了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也让中国这个最大的石化能源进口国的利益受损。中国原本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在乌克兰的损失也基本上没有提及，这又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所以，俄乌冲突的爆发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也是对中国不利的。不管结果谁输谁赢，中国只希望双方能够实现和平，而且这是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